欢迎收听两人一桌播客，语音由 AI 生成，文字原创。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刚才我收到体检报告了。怎么样？没什么大问题吧？好几项指标飘红，血脂、血糖都在临界值，颈椎也有问题。医生建议我多运动，少熬夜，注意饮食。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好累。这些建议每一条都在告诉我，你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那种年龄感突然变得特别具体，不是模糊的概念，是实实在在砸过来的。我上个月拔智齿，医生看完片子随口说了句：“你这个年龄愈合会比年轻人慢一些。”就这么一句，我回家路上琢磨了一路。对，以前总觉得中年是个离我很远的词，可那份报告就像一份冰冷的通知单，白纸黑字的写着欢迎来到人生的下半场。而且这种通知往往不是单独来的，我最近也收到父母发来的消息，说他们今年体检又多了几个小毛病，像是一份捆绑的套餐，你的身体警报加上父母的健康提醒，还有银行卡里那永远追不上房价的存款，这些信号挤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我们好像站在一个路口，往前看是逐渐清晰的衰老，往后看是还没来得及实现的期待。好，我们开始吧，趁我们还能清醒地谈论这种焦虑，而不是被它完全吞没。把它变成我们今天要解开的结。大家好，这里是两人一桌，我是阿东，我是小雅。今天咱们还是老样子，聊点生活，聊点问题。这是一个试图看清现实，但又想保留一点温度的聊天空间。今天这桌我们不聊鸡汤，不聊逆袭，就好好聊聊人到中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到底是真的还是被放大的。开聊之前先回应一下前2期的留言，聊自律和比较文化的那2期，有几条评论我们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有一条我印象特别深，朋友说每次听完都会安静一会儿，不是因为被安慰，而是终于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还有一条更戳人，有朋友说我不是不想努力，我是已经努力到不知道还能努力什么了。这句话我们看完沉默了很久，也刚好成了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底气。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份共鸣，聊一个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敢摊开说的情绪。中年焦虑到底是真的还是被放大了？一个特别矛盾的现实，我们既在经历真实的生理变化、责任压力、职业瓶颈，同时又被整个社会的叙事不断提醒你该焦虑了。我特别想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年成了一个需要被警惕、被规划、被优化的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不安被贴上危机的标签，转头就被塞了一堆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就想追问到底，这种焦虑有多少是我们真实感受到的沉重，有多少是被外部叙事植入的恐慌？我们是在真真切切体验中年，还是在表演一场别人写好剧本的中年危机？刚才提到体检报告，其实让我最有触动的不是那些数字本身，而是它带来的那种失控感，好像身体突然有了自己的议程，不再完全听我的指挥。对，我们从小被教育努力就能改变，但身体的衰老是少数不响应努力号召的事。你可以通过锻炼延缓，但没法逆转。这种无力感可能比具体的指标异常更让人不安，而且这种不安会蔓延。我最近跟父母视频，发现他们开始频繁提到以后，比如以后我们要是动不了了怎么办？以后这个房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话以前他们也说，但现在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遥远的假设，现在是逐渐逼近的现实。像是突然被推到了代际接力赛的交接区，你还在努力跑自己这一棒，就已经要准备接过父母的担子，同时还要面对社会对你这个年纪的所有期待。对，我有时候会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挤压的三明治，上面是逐渐年迈的父母，需要更多照顾和关注，下面是社会对中年人的要求，你该事业有成，家庭稳定，情绪成熟。可我自己的需求呢，好像被硬生生挤到了缝隙里。这种挤压感不是幻觉，社会学里专门有个词叫三明治一代，说的就是这种两头承压的状态。哪怕没有实际的照护责任，这种心理上的夹层感也无处不在。你总觉得自己该成为支柱，可心里又清楚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而且这种该是双重的，一边是社会给的期待，一边是自己给自己的要求。
我年轻时想象的中年应该是更从容、更有掌控力的样子，可现实是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勉强维持平衡，一阵风就能吹倒。这里其实有个很关键的认知偏差，我们总以为中年是一个稳定的、尘埃落定的状态，可实际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渡期。我们一直在过渡，却被文化叙事误导，以为到了某个年纪就该自动抵达完美的人生状态。可为什么这个过渡期会这么难？为什么焦虑感会这么强烈？也许因为过渡期的本质就是不确定，而现代社会对不确定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我们被训练着追求绝对的可控、可预测，可中年恰恰是不确定感集中爆发的阶段，身体不确定，职业不确定，家庭不确定，所有事儿都悬在半空。而这些不确定又正好撞上了一个最擅长放大不确定的时代。我最近还有个特别具体的焦虑源，就是收入。不是说我生活不下去，是那种增长停滞的无力感。20多岁的时候，每年薪资都有明显涨幅，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涨幅变缓，甚至还要面对降薪、失业的风险。看着身边年轻同事的活力和更低的人力成本，总会忍不住想，我的价值是不是在贬值？这背后是一套特别残酷的经济逻辑。在知识快速迭代的行业里，经验的半衰期在不断缩短。你10年前攒下的技能，现在可能已经过时了。而中年人学习新技能的成本，天然比年轻人更高，要分神照顾家庭，精力被分散，还要打破已经成型的思维定式。可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啊！我们只是在一个系统里，按着它的规则拼命努力，然后突然被告知规则变了，你跟不上了。对，所以我们必须先分清2件事儿。个人失败和系统迭代是2码事儿，前者是你能通过努力改变的，后者是你只能调整策略去应对的。可我们的文化总把2者混为一谈，让你觉得跟不上时代全是你自己的问题。说到父母，我还有个说不出口的感受。我爸妈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可每次他们提到以后，我心里都会猛地一紧。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们，是害怕那种责任的重量，害怕自己做不好，害怕在照顾他们的同时彻底弄丢了自己的生活。这种念头冒出来，我都觉得自己自私。可它是真实的。照顾年迈的父母本来就是情感、体力、经济上的3重消耗，而且往往刚好发生在你职业压力最大的人生阶段。这种多重压力的叠加，根本不是你不够孝顺、不够强大，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困境。前阵子我甚至专门列了个 Excel 表格，把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全列了进去，房贷、车贷、父母的医药储备、保险，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列完才发现，每个月的收入刚够打平，几乎没有余裕。我盯着那个屏幕看了好久，最后直接点了叉。不是不想看，是怕看久了会哭。这个表格就像一根根绳子，不是谁硬绑在你身上的，是你一步一步走进生活里，自己给自己套上的。而中年焦虑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你突然发现，这些绳子你解不开了。我们今天就彻底拆一拆，这种中年焦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除了刚才说的身体变化、收入压力、家庭责任，还有什么躲在背后的东西？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职业瓶颈。很多行业都有明里暗里的年龄天花板，35岁、40岁、45岁，每个年龄段都有一道隐形的门槛。你到了年纪没爬到对应的位置，就会被贴上没潜力的标签。这种随时可能被淘汰的压力，根本不是虚构的。对，我有个前同事，去年38岁被裁员，投了3个月简历，没拿到几个面试机会。HR 私下跟他说，我们更倾向于培养年轻人。他说那句话，比被裁员本身更让他心寒。这背后是一套冰冷的效率逻辑，年轻人的学习成本更低，可塑性更强，薪资要求更合理。中年人的经验固然有价值，但商业系统往往更偏爱可预测的标准化的产出，而经验有时候意味着复杂性、更高的成本，甚至是不听话。可难道变老也是一种错吗？我们只是正常的走完人生的阶段，怎么就成了职场里的问题人群了？在一个追求无限增长、无限效率的系统里，变老确实会被视为一种负面资产，因为衰老意味着速度变慢，产出可能下降，医疗成本上升。这套逻辑很残酷，但它确确实实在运行。除了职业瓶颈，还有无处不在的社会比较。
我刷朋友圈、刷短视频，总能看到同龄人过得比我成功，更高的职位、更多的存款、更健康的身体、更光鲜的生活。这种比较总会不自觉地加重我的焦虑。这里面藏着一个特别大的陷阱，我们看到的成功样本全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幸存者偏差。那些在中年阶段挣扎、迷茫，甚至摔了跟头的人，很少会把自己的狼狈公之于众。所以我们误以为的人生常态，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的高光时刻。还有媒体和整个社会的叙事氛围。我最近不管是刷剧、看文章，还是刷短视频，到处都在聊中年危机，好像全社会都在盯着这个话题。这种铺天盖地的讨论，会不会本身就在制造焦虑？绝对会。叙事创造现实。当中年危机成了一个人人都在说的流行概念，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拿这个框架去对照自己的人生，把一些正常的过渡期困惑、人生常态的迷茫，全都解释成危机的症状。就像星座预言，给你一个框架，你就会主动往里填充细节。可有些焦虑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啊！看着父母一天天变老，害怕他们突然生病，担心自己的健康出问题，成为家人的负担，对未来的不确定，害怕退休之后的生活没有保障。这些不是被媒体植入的，是我每天躺在床上都会想的事儿。这就是这个问题最复杂的地方。真实的困境和被放大的恐慌永远交织在一起，很难完全剥离开。我们既在经历实实在在的压力，又被社会叙事不断放大这种压力的危险性，最后导致原本1分的压力被放大到了10分。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分清哪些是我真实的感受，哪些是被外界灌进来的恐慌？也许第一步就是先承认这种交织，不用非要追求把两者拆得干干净净，而是问自己2个问题：这个焦虑里哪些部分是我可以直接行动改变的？哪些部分是结构性的，我个人无力扭转的？能改变的，我们试着调整；改变不了的，我们学着和它共处。我最近还有个特别隐蔽的焦虑，不是对外貌的焦虑，是那种我的身体不再属于我的陌生感。以前熬个通宵，第2天照样生龙活虎，现在稍微晚睡一会儿，头疼一整天。以前爬山轻松登顶，现在爬3楼都要找电梯。这种对比会让我觉得那个熟悉的自己正在一点点消失。这种身体的陌生感比外貌变化更磨人。外貌还能靠穿搭保养去修饰，可精力的衰退、耐力的下降是内在的，装不出来的。它在明明白白地提醒你，你的生理资本正在一点点减少。而且社会对中年人的身体总有2套完全矛盾的期待，一边逼着你保持年轻活力，拿那些50岁像30岁的明星当标杆，一边又默认你就该衰老，随口就说到了这个年纪都这样。我们被夹在中间，不知道是该拼命抗衰，还是该坦然接受。这背后是一个最根本的冲突。我们的文化疯狂崇拜青春，可人生有1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中年以后。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有尊严的中年叙事，所以中年人要么拼命装年轻，要么提前认老放弃自己。不管选哪条都会陷入焦虑。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结构性的东西在推着我们焦虑？经济大环境是绕不开的，经济增长放缓，行业快速迭代，中年人的职业风险天然就会加大。社保和医疗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担忧。还有城市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以前是一大家人互相扶持，现在很多中年人都是小家庭，甚至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根本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所以说到底，我们的焦虑根本不是我不够努力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结构性变化落在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反应。可以这么说，但系统不会说话，它只会通过 KPI、排名、绩效、年龄门槛给你反馈，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系统的问题全都归罪到自己身上。我们再往深聊一层，看看那些无处不在的社会叙事是怎么塑造我们对中年的感受的。其实翻来覆去就是3套最主流的模板。哪3套？第一套就是衰退叙事，把中年定义成人生下坡路的开始，身体机能下降，职业机会减少，创造力枯竭，全程都在强调失去，把多元的人生变化简化成了单一的衰退。对，这条叙事太常见了，可它完全忽略了中年带来的东西，比如更丰富的经验、更清醒的判断力、更稳定的亲密关系、更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些东西
是20多岁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的。第二套是责任叙事，把中年定义成扛起一切的年纪。你是家庭的支柱，公司的骨干，社会的中坚力量，你不能倒，不能退，不能露怯，不能表现出一丝脆弱。这套叙事只强调承担，却从来不问你能不能扛得住。而且这套叙事最可怕的地方是，它默认了你的承担是理所当然的，它从来不会问这种责任分配公平吗？社会和系统有没有给你足够的支持？还是只是把所有的压力全都转嫁给了你个人？第三套就是追赶叙事，把中年定义成你人生最后的机会窗口，告诉你再不成功就来不及了，再不实现梦想就永远没机会了。这套叙事制造了强烈的末日感，好像人生有一个硬性的截止日期，过了这个年纪你就不配再有梦想了。可这个截止日期到底是谁定的？说到底就是市场逻辑的产物。消费主义要靠这种紧迫感卖抗衰产品，成功学要靠这种焦虑卖课程，所有的叙事背后都有明明白白的经济动机。但阿东，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听着。我们现在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叙事、系统、消费主义，会不会其实是在逃避？好像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外界，自己就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可现实是，我的焦虑是真的，我的困境是真的，把所有问题都外部化，会不会反而让我们失去了改变的动力？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是我这期最需要警惕的自我怀疑点。我先说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觉得看见结构和推卸责任完全是两码事。看见结构是为了让你搞清楚压力到底从哪儿来，让你明白很多事儿不是你的个人失败，而是系统性的困境。这种理解只会帮你减轻不必要的自我攻击，把有限的能量用在真正能改变的地方，而不是内耗。比如呢？比如你因为职业瓶颈焦虑，如果你只觉得是我不够努力，只会陷入无尽的自我鞭策，甚至抑郁。但如果你能看到这里面有行业结构、年龄歧视、经济周期的因素，你反而能更清醒地调整策略，比如找更适合中年人发挥价值的领域，提前规划自己的第二曲线，而不是陷在自我否定里。可这样会不会太理性了？焦虑大多时候是情绪上的，不是靠理性分析就能解决的。对，所以我们必须双线并行，在认知层面看见结构，在情感层面承认感受。不能因为看见了结构就否认自己感受的真实性，也不能因为感受太强烈就忽略了结构的影响，两者完全可以共存。说起来，我最近看一本讲中年转型的书，里面说中年其实是人的第二次青春期，同样充满困惑，同样在寻找自我，同样在对抗外界的期待，只是这次我们多了更多的责任和更少的试错空间。那这个青春期也太沉重了吧？对，但也正因为这份沉重，我们才更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而不是被外界的标准叙事带着瞎跑。可怎么找到自己的节奏？当所有人都在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才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觉得需要一些主动的隔离，不是说要隐居起来，而是心理上的筛选，有意识的少看那些只会放大焦虑的信息源，多接触那些能让你平静、给你力量的人和事。比如少刷那些中年逆袭的爆款文，多跟那些真实走过中年、活得清醒通透的朋友聊聊天。可这样会不会让我们变得闭塞，错过真正重要的信息？这里面有个平衡，我们需要信息，但不需要恐慌。我们可以主动去找那些多元的、非主流的叙事，比如不同文化里对中年的理解，比如历史上那些中年才找到人生方向的人，比如心理学里关于中年发展的研究。这些信息不会制造焦虑，只会给你更多看问题的视角。视角，也许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不同的视角。当我们只能用成功还是失败这一把尺子来衡量自己的中年时，焦虑是必然的。可如果我们能看到中年还有沉淀，还有传承，还有自我和解，还有人生的深化，也许焦虑就会少很多。对，但这里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环境支不支持这些多元的可能性？如果整个系统只认成功这一个标准，哪怕我们个人调整了视角，还是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等着整个系统改变吗？也许我们可以从营造自己的微观环境开始，在你的小圈子里倡导不一样的价值标准，在你的家庭里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中年，在你的工作里试着创造更包容年龄差异的氛围。这些事儿看起来很小，改变不了整个系统，但能给你自己挣出一点喘息的空间。其实中年危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年轻，上世纪60年代才被心理学家提出来。在此之前，中年从来都不被视为一个危机阶段，反而被看作是人生里最有智慧、最有力量的年纪。那为什么这个概念会火到现在？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变化，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进入中年，传统的人生节奏被打破了。更重要的是，消费主义发现了这个概念的商业价值，中年危机成了一个可以被贩卖的商品，从跑车、护肤品到成功学课程、理财保险，全都在靠这种焦虑赚钱。所以说，中年危机某种程度上是被发明出来的，至少是被人为放大到了现在这个程度。可以这么说，中年阶段的人生挑战是真实存在的，但危机这个框架和它背后的恐慌感是被特定的历史和商业因素塑造出来的。换个文化环境，比如在很多传统社会里，中年就是智慧之年，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根本没有危机这一说。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总不能因为它是被塑造的，就否认自己真实的感受吧？不是否认，而是换个框架看它。比如，你可以把中年看作一个重新校准人生的阶段，而不是衰退或者危机。你已经谈了足够的经验，看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完全可以更清醒地选择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这种视角的转换本身就能减轻一大半的焦虑。可我还是会担心，如果我的焦虑不只是心理上的，是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的怎么办？比如我真的可能失业，比如父母的医疗费我可能负担不起。这就是为什么看见结构这么重要。当你知道这些压力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就不会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你可以同时做2件事，在个人层面尽可能做好准备，提升技能，规划储蓄；在集体层面找到和你有同样困境的人，互相支持，一起发声。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阿东，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焦虑是人生里躲不开的东西，那它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你正在变老，你正在失去，你正在走向终点？也许焦虑不一定非要有意义，它可能只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有些事需要被看见、被处理，或者被接纳。可我真的觉得好累，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串问题。如果父母突然生病，我能照顾好他们吗？如果我失业了，家里的房贷怎么办？如果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会不会拖累身边的人？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却会在脑子里一遍遍循环，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那种感觉就像在黑暗里走钢丝，脚下没有一点安全感，可你必须继续往前走，因为你身后还有人靠着你。对，而且你不能表现出害怕，你要装作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因为如果你崩溃了，身边的人会更慌。可这种伪装本身就在一点点掏空你。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允许自己害怕，允许自己承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会发生什么？也许会发生2件事。第一，你会感受到短暂的脆弱；第二，你会释放掉那些压了很久的情绪。脆弱从来都不是坏事，它反而能让你更真实地连接自己，也连接身边的人。可我害怕，一旦我开始脆弱，就会一直陷在里面出不来，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就再也关不上了。我们可能都高估了情绪的破坏力，情绪就像潮水，会涨上来，也一定会退下去。你压抑它，它只会变成看不见的暗流，一直影响你。你承认它，让它流出来，它反而会到了峰值，就慢慢平息。这不是开关，更像是呼吸，有呼有吸才是正常的。我最近试过一个小办法，当焦虑突然涌上来的时候，我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允许自己哭5分钟，不评判自己，不分析原因，就只是让情绪流过去，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做该做的事。这个办法特别健康，它给了情绪一个专属的出口，又没有让情绪完全接管你的生活。可就算这样，我还是会觉得羞耻，觉得自己都这个年纪了，还控制不住情绪，还这么脆弱，太不合格了。这种不应该
本身就是焦虑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对负面情绪的容忍度太低了，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积极、要坚强、要情绪稳定，可情绪本身就是复杂的、波动的、不受控制的。试图控制情绪，就像试图控制天气一样，本来就是徒劳的。那我该怎么办？接受自己就是会焦虑，会恐惧，会脆弱。也许接受就是第一步。接受不代表放弃改变，而是停止因为我有这些感受反复攻击自己。你可以焦虑，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你可以恐惧，同时也能继续往前走；你可以脆弱，同时也拥有十足的韧性。我接受真的太难了。当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在正常的生活，都在从容的搞定一切，你承认自己的焦虑，就像承认自己不合格一样。这里面有个特别大的幻觉，我们总以为别人都过得顺风顺水，只有自己在挣扎。可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在和你一样的困境里，只是我们都习惯了只给别人看自己从容的那一面。社交媒体上全是搞定一切的人生，可背后的混乱和不安从来都不会被展示出来。那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为什么中年人的脆弱这么难以启齿？可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权威感。中年这个角色天然被赋予了指导者、决策者的身份，而脆弱会被看作是对这种身份的威胁。承认自己焦虑，就等于承认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会动摇我们在家庭里、职场里的位置。可如果我们都不说，每个人都只能独自煎熬，这种孤独感只会让焦虑越来越重。每个人都在假装，每个人都在独自承受，最后整个群体都在沉默里被压得喘不过气。对，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很小的坦白开始，跟信任的朋友说一点自己真实的感受，在安全的圈子里聊一聊共同的困惑。这些微小的连接也许消除不了焦虑，但能让它的重量轻一点。我前阵子做了一个梦，印象特别深。梦里我在爬一座很高的山，背上背着特别重的行李。爬到一半，我发现父母坐在我背上，工作文件像石头一样塞满了我的口袋。我想停下来，可山一直在长高，我根本停不下来。然后我就醒了，全身是汗。这个梦太形象了，那种山一直在长高的感觉，就是中年焦虑最核心的样子。你一直在努力应对，可压力却在不停增值。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这座山的山顶在哪里，是退休，是父母安度晚年，好像每个目标达成之后，又会有新的山冒出来，永远没有到头的时候。也许这座山本来就没有山顶，人生本来就是一连串连续的挑战，而不是抵达某个点就万事大吉。如果我们能接受这种连续性，而不是执着于一个完成的状态，也许焦虑就会从主旋律变成背景音。可就算是背景音一直响着，也会让人疲惫啊。对，所以我们才需要时不时的把这个音量调低一点，比如通过冥想、运动、去自然里走一走，或者任何能让你暂时脱离必须应对一切的思维模式的事儿。这些不是逃避，是让你重新校准自己的能量。我有时候会特别羡慕年轻人，不是羡慕他们的青春和外貌，是羡慕他们还有未来很长的幻觉。到了中年，未来突然变得特别具体，你能清晰地看到时间的边界，看到人生的尽头在哪里。但边界也会带来清晰，你会慢慢明白什么对你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下的。年轻时那种无限可能的感觉，背后也藏着迷茫和散焦，而中年的清晰是20多岁的我们根本求不来的。可放下真的好难，放下就意味着承认有些事儿我做不到了，有些梦想永远实现不了了。这本身就像一场无声的哀悼。对，哀悼是必须的，哀悼那个年轻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自己，哀悼那些没来得及实现的可能。但哀悼之后不是结束，是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不是看我失去了什么，而是看我现在拥有什么，接下来我想创造什么。聊了这么多，我好像还是没找到标准答案，但心里确实轻松了一点。也许中年焦虑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它不是一个需要被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我们学着共处的人生状态。对，而且我突然觉得这种焦虑可能也有它的价值，
它逼着我们停下来，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去问自己，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活？什么对我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时间有限，我想怎么度过剩下的旅程？它就像生命给我们按的一次强制暂停键，把我们从日复一日的自动化生活里拽出来，逼着我们重新校准自己的人生方向。可校准完方向，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里。父母的健康不会因为我们想通了就好转，职业的瓶颈不会因为我们看清了就消失，身体的衰老也不会因为我们接纳了就停止。对，所以这不是一个从此幸福快乐的童话，而是一种更清醒的活法。我知道压力还在，但我不会再用原来的方式应对它了。我可能还是会焦虑，但我会在焦虑里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空间。我还是会害怕，但我会在害怕里找到一点往前走的力量。这种清醒具体能带来什么呢？能让我晚上睡得更香吗？能让我的体检报告恢复正常吗？可能不能，但它能让你在睡不着的时候少一点自我攻击，能让你在看着体检报告的时候多一点对自己的关怀。它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能改变你和这些事实的关系。关系从被焦虑控制变成和焦虑共处。对，而且这种共处不是消极的忍受，是积极的调整。当你不再被焦虑淹没的时候，你反而能做出更清醒的决定。比如当焦虑涌上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继续刷手机放大焦虑，还是放下手机去散散步，是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着，还是试着找家人分担一点，是盯着那些改变不了的事内耗，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做的小事上。我最近在做一个小练习，每天早上写3句话。第一句是我今天感到，写下自己最真实的情绪。第二句是这可能是因为，试着找到情绪的源头。第三句是我可以给自己一个很小的能做到的行动。这个练习很简单，但让我觉得我不是完全被情绪推着走的。这个练习特别好，它把抽象的焦虑变成了具体的觉察和行动，而且它足够温和，不是逼着你必须改变什么，只是邀请你多看见自己一点。但有时候连写3句话的力气都没有。那就写1句话，或者什么都不写，就安安静静做1分钟。重要的不是完成某个任务，是那个转向自己、看见自己的动作。中年焦虑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向外应对了太久，是时候转回来看看自己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最后其实没什么要总结的，只有1句话。什么话？不安仍会存在，但也许我们可以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对，如果你此刻也正在经历这种焦虑，不用觉得孤单，也不用觉得自己不合格，你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那个瞬间，不用怕矫情，不用怕脆弱，我们的桌子永远给你留一个位置。你的故事，你的感受，说不定会给某个正在独自撑着的人带去一点点安慰，让他知道原来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好，今天这一桌我们就聊到这儿。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有自己的故事，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说说。我们下次再做。